前阵子，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公布了2023世界大学排名，台大一口气退了74名，差点连全球200都守不住。而亚洲大学这次也挤进了全台第4名哦，超越了清大、交大、成大等传统名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世界大学排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每年只要公布跟大学相关的排名，都会引起媒体还有民众的热烈讨论。而学校或政府单位也常常把这些排名当作重要的绩效指标。比如教育部呢，曾经规划5年500亿来补助顶尖大学，希望让台湾有一所世界100大。而许多学校为了提升名次，也拼命的砸钱，甚至成立专门的单位来研究怎么提升自己的排名。大学排名真的有这么重要吗？这个话题一直以来都充满争议。有一派的人认为这些排名是国际公认的，台湾既然要跟世界接轨，当然就要以这套标准为主。而另外一派人只是觉得这排名没有办法代表实际的大学品质，只能够大概的参考，不用太认真。那我们就很好奇这些排名它的标准是什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那各大学这么努力抢排名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种超级追求名次的现象真的没问题吗？那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又到了岁末年初，想疗愈自己辛苦一整年的话，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TSO 为大家准备了年终惊喜，重量级音乐家动人心弦的演出。像名家系列音乐会就将由世上最出色小提琴家凡格罗夫带来经典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日剧《交响情人梦》中出现过的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也会在演出中登场，带给听众澎湃的能量。此外 ，TSO 也将在明年跟桂冠指挥英巴尔还有国内外各个杰出音乐家合作，带来更丰沛的古典音乐能量，带给我们一场场精彩的听觉飨宴。想感受古典音乐魅力并接收最新演出消息，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追踪 TSO 的脸书跟 IG 粉丝专页吧。目前台湾比较常会引用的2个排名系统，一个是 QS 世界大学排名，另外一个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THE， 也就是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而这2种排名呢，都是由商业机构举办，目的是要提供一个选择学校的指南，让学生跟家长可以快速的了解大学的品质跟实力。那当然，这2个机构对于高品质大学的标准不太一样。比如 QS 排名呢，就非常重视学校的名气，在他们的评分里面呢，这些学校在学术界的声望就占了 40%， 而企业界对于大学的评价也占了 10%。这边计算的方式呢，是机构会发问卷给学者还有企业家，让他们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好大学，然后再依照不同的地区跟学科领域去加权计分。而 QS 的其他标准呢，也包含了 20% 的论文引用率，代表学校的研究实力，还有 20% 的师生比，反映教学品质。10% 的国际学生跟教师比率，则可以显示学校的国际化程度。而至于 THE 呢，它的指标就比较复杂一点点，但大致上面呢，有60%的分数都跟研究有关，包含了像是论文引用数啊、研究经费、学术声望等等。3%跟教育品质呢有关比如像是老师的薪水、学生人数、博士学位的数量。而剩下的1%呢，则是看国际化程度，还有企业的捐赠等等。虽然 QS 跟 THE 的比重呢，还有指标都不太一样但大致上面都还是会从教学、研究跟国际化等等的角度去衡量一所大学的实力。毕竟这也是大部分的学生在选校的时候最关心的事情。那从这个角度看起来这些排名好像还蛮合理的吧？但有些人认为呢，这些看看就好了，因为它的参考价值有限，而且还有蛮多的争议。首先，刚刚有说到，做这些排名的机构其实都不是公益组织，而是属于商业团体，所以本质上他们很可能就是要来赚钱的。这些组织本身都有推出所谓的顾问服务，只要付几万美元，他们就会派专人来指导学校可以怎么技术性的交出比较好看的数据，甚至还会推荐对某些学校比较有利的学者或者雇主去参加评比。有学者做过调查只要是付费购买顾问服务，甚至是机构广告的学校呢，名次确实都会上升。那除了利益关系的疑虑之外呢，也有人指出这些机构调查评分的方式也有不少的问题。
第一个最常见的批评是认为用问卷调查太粗糙 ，QS 有1半的分数必须要仰赖问卷，而 THE 呢也有35%，但是问卷回收的比率通常都很低。像 QS 呢只回收了1% 左右的问卷，调查对象大多都还是以英语系国家为主，而亚洲国家也占了1/5，其中有1半都是来自于印度。换句话说，填问卷的人通常都不太了解东亚大学的情况，只是大概听过几个名字就闹了不少乌龙。而之前有学者以为成功大学跟长庚大学是同一所学校，有一年清大的排名超过了台大，也是因为有人把新竹清大跟北京的清华大学搞混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批评这些排名忽略了语言跟学科的差异。目前衡量研究实力的方法主要还是看论文引用率还有论文数量，但这样呢就很容易造成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理工类论文产量比较大研究的内容也不分国界，容易获得引用。相比之下，人文科学的论文需要比较多时间打磨，而且很多研究内容本身都会受到地区、文化、语言的限制，要量产或是被大量引用都不容易。而再加上目前机构所采用的资料库都是以英文论文跟期刊为主，所以如果是非英语系国家就会很吃亏。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虽然政大是台湾的顶尖大学，但因为主要是文组，所以排名常常输给其他的理组学校。而这次 THE 全球排名前10的学校，全部都被英国跟美国大学给包办。好的，那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既然这个排名有那么多的争议，那为什么台湾都要追着它跑呢？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政府、学生还有学校来说，它确实都有带来一些好处。大学排名最大的优点就是为了台湾学术界提供了跟国际接轨的方向跟动力。对政府来说，跟国际接轨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被国际看到，或是被别人认可我们的实力。而这个排名系统就提供了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机会。在2000年的时候，台湾的论文只有1000多篇是有进行国际合作的，比例不到15%。但最近几年，国际合作论文的占比已经到了34.19%，数量也有了1万多篇。而更频繁的交流带来的不只是国际上面的影响力也会增加国际学生来台的意愿。在过去的13年来呢，台湾的国际学生成长10倍，在增加学校收入的同时，招生的多元性也让学生可以接受到不同文化的刺激。换句话说，这些排名系统可以说是让台湾的学术圈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的重要工程。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在我们跟国际接轨的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目前因为全台湾的研究经费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所有学校共同竞争，所以国家更愿意投注资源在那些更有研究实力的学校上。像是5年500亿的计划，光是台清交成这4所大学就拿了400亿。那为什么叫做有研究实力的大学呢？重视论文数量跟引用率的大学排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当你在国际期刊上面发表的论文数量越多，影响力越大，国家就愿意给你更多的经费，而这些经费可以拿去聘请国外的学者，或者做更多的研究，让排名上升。而当排名上升，国际学者跟学生就更愿意来台湾，大家就能够产出更多的国际论文，拿到更多的经费，进入一个正向循环。但相反来看如果学校的论文跟学术影响力不够，政府给经费呢就会下降，让他们很难投入新的研究，然后排名下降，又拿到更少的经费，陷入恶性循环。因此，要学校忽视排名的成绩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家为了追求排名，就会出现很多奇妙的现象。有的学校为了冲分数会花100多万买机构贩卖的计算软体，或是干脆作弊。而在聘请老师的时候，也会更关注这个老师对于学校排名的影响，而不是注重他的教学能力或研究领域。所以有些学校都会找国外的知名学者挂名当老师，但实际上人根本就没有来。而对学者们来说，他们也会很重视自己的论文能不能够发表在国际期刊上面，或是被引用多少。毕竟这些数据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升等跟绩效奖金。于是现在论文的生产方式也开始受到影响。有学者指出，过去一个研究创意最多呢就写出1-2篇文章，现在为了增加论文的数量，同个创意会拆成好几篇给不同的人负责。比如由教授指导博士，博士指导硕士，硕士指导大学生，然后大家产出的论文呢再互相挂名跟引用。在冲数量的同时，引用数也能够灌起来把整个学术变得像工厂流水线一样。不过有不少学者认为呢，这边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研究方向的改变，因为大学排名看的是国际期刊的论文数量，而国际期刊又是以英文为主，所以学者的研究方向呢，自然就会向英美国家的主流趋势靠拢。例如，比起研究台湾的优生保健法，大家可能更愿意去研究美国的堕胎法案。而这种现象可能就会让学术圈跟本土的需求严重的脱钩，大家投入的资源最后却无法回馈到这个社会。
虽然大学排名带来了不少弊端但很遗憾的，我们几乎没有办法不玩这个排名游戏，因为台湾需要国际影响力，而且它带来的影响也已经形成，短期之内很难改变。所以目前政府的策略是想办法淡化排名的地位，然后再帮助各个大学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现在的政策已经从迈向顶尖大学变成了高教深耕计划。比起过去执着在成为国际认可的顶尖大学，现在更重视大学的教学能力、社会贡献跟在地化，希望学校可以跟地区有所连结。而教育部也在各个大学成立了校务研究中心，想要帮助学校找到自己的特色，希望大学可以有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比如成功大学就打算以教师的这个研究领域去制定新的发展策略，清华大学呢则着重在加强社区营造，跟附近的地区建立新的关系。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学排名系统对台湾高教生态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的时候，第一直觉就是想说，不行，这个应该要改变吧。所以接着我们就会来问说，那后来政府的高教深耕计划有效吗？目前它已经持续了5年了，但很多的研究经费其实还是以国际期刊当作绩效指标，而台湾学术圈呢也还是很需要跟国际交流的需求，所以排名系统的地位依然很高。那我们觉得这个状况呢，感觉就有点像是米其林星星指南，它会用同一种标准去衡量全世界的食物，所以很多人会说它不准我家的巷口呢还比较赞之类的。但几乎没有一家餐厅可以完全忽略米其林的影响力。当自己被米其林认证的时候，多半也会很骄傲的大力宣传。就算是不屑米其林大多数的餐厅呢，还是必须要在我认为的美食跟米其林的标准当中取得一个平衡。那以大学排名的这个议题来说，我们觉得道理也是差不多的。所谓的平衡呢，代表这个议题的可能性很多，并不只是大学排名好棒棒，或是大学排名好坏坏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解读方向而已。所以这支影片呢，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这一连串的讨论，先让更多人一起注意到这个问题，或是稍微的了解现况。当越来越多人一起来思考什么是好大学，大学应该要扮演什么功能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慢慢的在自我需求以及国际标准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了吧。好的，那今天的提问想问大家，如果让你做一份台湾的大学排名，你觉得最重要的指标会是什么呢？ A. 学术成果，大学本来就是要去研究对于社会有帮助的东西。 B. 教学品质因为去学校呢就是要学习嘛，所以老师会教最重要。 C. 企业评价，什么都是假的，能够找到工作才是真的。 D. 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大学排名是怎么算出来的。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私立大学倒闭以及米其林指南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